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一笑随歌完结，两人晋升高级，一人落后，李沁陈哲远获证明。一笑随歌以全员发疯的新颖人设和出人意料的剧情，成为10月黑马。李沁与陈哲远演技获赞，反派 CP 夏敬言与凤夕阳的邪门火花更让观众直呼上头。10月份最让人觉得惊喜的古装剧，非一笑随歌莫属了。这部由李沁和陈哲远主演的戏剧，播出2周后就完美收官，结尾那叫一个让人觉得过瘾。坏人全部退出江湖，肃杀皇室的3兄妹都没有争夺皇位，反而谦让彼此。凤夕阳竟然变成了女帝。还有傅一笑和凤随歌一块笑傲江湖，难得看见一部男女主不是走到 B 或者 O 一路，而是清清爽爽的选择了归隐，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结局真是让人满意极了。这部剧的火爆播出也让李沁和陈哲远的实力得到认可，摆脱了扛剧穷人的标签。国庆节一开播，受假期带来的影响，首播的热度挺低的。几天过去，爱奇艺的热度一直在8000上下徘徊的时候，李沁就开始拉人帮忙宣传一笑随歌，请了一众人气明星助阵之后，热度才逐渐爬升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这剧的剧情挺新颖的，全员发疯的人设加上出人意料的发展，确实能牢牢吸引住观众。朱大灯把控节奏也是没得说，从整体剧情的安排来看，这里面一些配角的线也不少，但并没有让人觉得拖沓，反而觉得节奏很顺畅。大部分配角的演绎也都挺不错的，于是很多追剧的粉丝纷纷自发推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部剧。再说陈哲远的线上线下宣传也挺用心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到了大结局那会儿，热度突破了9000，成为爱奇艺2025年上线剧集里排名第8的热度。用 A+ 的站内资源播出，却达到了 S+ 的效果，真是低调起步，逐步走高。陈哲远和陈赫毅都发了红包，感谢追剧的观众，挺真诚的。李沁和陈哲远的实际再上一层楼，两人角色的热度值都突破了9。优秀的演员搭配好的作品，肯定能被观众认可。这次的播出效果确实不错，而且他们俩的演技都挺扎实的，后续的剧我都会多看几集，抱着支持的态度。李沁扮演的傅一笑得到了不少夸奖，大家都说她是最近最贴合的女将形象。神射手的设定贯穿全剧，无论是眼神还是动作都表现得挺到位，演技和台词也不错，特别是打戏，一招一式都让人看着舒服，真是又酷又飒。陈哲远饰演的凤随歌表现得挺不错，演技挺让人满意的。在战场上和傅一笑并肩作战的画面，为爱舍弃皇位的深情告白，以及多次在危险时刻救人的场面，都成为大家热议的经典瞬间。相比之下，陈赫仪饰演的夏敬时就成了整部剧中的演技短板。陈赫仪在古装造型上挺帅，圈粉不少，算是颜值担当，但最后就只剩下帅气2个字了。他的情感表达不够细腻，从头到尾一直瞪眼的演出方式显得挺生硬的。原本是个心机深沉的反派男二，结果在他手里变得有点呆呆的，没什么虎虎生威的感觉。原本被赋予很大张力的角色，演出来反倒平淡无奇，确实挺遗憾的。没想到吧，这部剧里最火的竟然是夏梦演的凤夕阳和秦天宇饰演的夏敬言这对邪门 CP。谁会想到那个疯狂到让人死都不眨眼的皇帝夏敬言，竟然真的喜欢上了凤夕阳？又有谁能料到摆脱了恋爱脑的凤夕阳，发起疯来也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样拼。就这么在乱糟糟的日子里，两个人擦出了点真情火花。夏敬言和凤夕阳吵架时，为了他还和他妈撕破脸，
这才知道这皇帝烂的简直不行，倒是他妈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被娇生惯坏，从小就被宠得没得谈，养得废了，长大后又比不过夏景时。后来他妈也不指望他能干什么，只想着稳住位置就行了。直到他遇见凤夕阳，一个被绝望包围的公主，一个在病痛中拼命找人帮忙的姑娘，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似乎还有点用。在这种互相依赖、彼此需要的关系中，他慢慢陷了进去。夏静言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个超级烂人，烂到路过的蚂蚁都想骂他不是好东西。但是演员把他演出了对母亲掌控欲的悲哀，演出了满嘴难听话但眼里其实是对公主的不舍，演出了他等他归来时那紧张又惊讶的不安，演出了他经历了一辈子的堕落，最后却捧出了一颗真心。这种唏嘘感真是让人动容。秦天宇演夏静言真是太贴合角色了啊！他当了11年的顶流工具人，就是不火，结果在《一笑随歌》里抢嫂子1月爆红出圈。演技方面也是杠杠的，每一个细节都把角色的心理变化和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没有男主，男二也挺帅，但他那演疯批、反差萌和母亲对峙的感人戏全都扛住了，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角色。还有他之前的角色也被粉丝翻出来考古，网友纷纷感叹他是巨抛脸，演技炸裂，这一刻也算是他进入娱乐圈以来最火的高光时刻了。凤夕阳最后是不是爱上夏静言了？大概还没有到那份情吧。其实凤夕阳也没预料到，原来在这场交易中他是真心的。观众们对他们之间的那种化学反应感觉特别上头，甚至在网上纷纷呼吁希望有人能写同人文，还为他们单开一部剧，大家都挺期待的。夏梦靠着凤夕阳一炮而红，拿下了演艺生涯中最火的一个角色，知名度真是直线上升。很多观众注意到她长得跟早期的杨雪挺像的，都觉得她完全可以试试江玉燕那种反派路线，说不定未来会走得更远。一笑随歌表演排名前6位的演员都有哪些？一笑随歌里演技棒的前6位，你知道都包括哪些演员不？排名前6的秦天宇演的夏静言，得分6.0分，你知道吧？夏静言第一次登场是在他作为一国君主答应凤随哥把夏静时留在敌国做人质之后，宫中宴席上豪饮畅快的精彩场面。这个角色和凤夕阳是一对官配，男配角的戏份不算多，结果他那随意的打扮加上自我陶醉的演技，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观众的喜爱，甚至有人说他像裹满油的糖糕。不过我觉得这反倒凸显了他的可爱吗？总的来说，他的演技比夏梦稍微逊色点，有点委屈了。夏梦扮演凤夕阳，拿到了8.0分，排进了前5名的榜单。小编之前对夏梦的了解也就停留在当初00后女明星榜单上的印象。这次她在《一笑随歌》中饰演凤夕阳公主，虽然让我对她的辨识度有所提升，但在一些镜头里，苹果肌显得有点僵硬，眼角弧线也有点夸张，依赖的嘶吼式演技跟原著中那种娇憨的人设还是有点差距。这样一来，他的评分居然比夏静言这个角色还要靠前，真是挺出乎意料的。Top 4左页是慕容耀的了8.0分，表现还算不错。他原本是长乐侯的世子，男主凤随哥从小便是好兄弟，一起长大的。然而，由于嫉妒心作祟，他变成了戴面具的孟俊然，与敌国夏静时勾结，还在暗中提供军粮，并且卷入刺杀凤随哥以及朝中重臣的阴谋。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左叶这个名字，不过随着《一笑随歌》热播，这位曾出演过《大梦归离》和《白月繁星》的帅气小伙子，或许从此就在圈子里崭露头角了吧。陈赫一饰演夏静时，获得了8.0分，排名前3名。对啊，刚一看到陈赫一现身，
小编觉得挺眼熟的，仔细想想才记起来，他就是《度华年》里那个感情有点偏执的苏荣清。随着《一笑随歌》火热播出，和凤随歌一直在舞台上针锋相对的夏静时，那在背影戏中一望无际的城府和淡淡的孤寂，特别是毒发时眼神带着焦虑微微颤抖，简直把男二的克制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嘿嘿，这演技真挺棒的，就是希望下次他再出现时，别再演那种偏执伪君子就行了。陈哲远饰演凤随歌，得分满分，10分快。我第一次看到陈哲远扮演的角色，是在2024年的《暗夜与黎明》里。有人觉得他表情有点太过丰富，有些夸张，但也正是他让这部年代谍战剧变得不那么单调无趣。可以说，陈哲远精准地展现了林少白的外在特征和内心世界。这次陈哲远饰演男主角凤随歌，虽然肃杀战神在沙场奋战的戏份不多，朝堂上的那些心机较为平淡，但他和女主咬唇复仇的对手戏，加上那气势十足的狠厉语调，一下子就把玉面阎罗的性感又带出了不少。这部剧里要说演技排个名的话，第一肯定是李沁了，他能排第二也算实至名归。李沁是傅一笑拿下了满分10.0分，毫无悬念排第一。曾经凭借2008年李少红版《红楼梦》里的薛宝钗，2017年古装剧《楚乔传》里的元淳公主，以及2018年代剧《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走红的李沁，后来因为在《庆余年》中的鸡腿公主角色不太火，和在《追风者》中的演技用力过猛又缺少深度，一度被打上人红戏不红的标签。直到最近古装爱情剧《一笑随歌》热播，李沁身穿红衣，英姿飒爽的拉弓搭箭的场景，和那战损女将军气势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终于选对了角色的她，身着红色盔甲的造型以及那冷冽的眼神，似乎又让人回想起元淳公主的情感爆发力。总的说来，这次排行榜上的位置名副其实。我比较欣赏李沁的演技，她在剧中的表现还挺自然的，角色刻画的挺到位的，觉得她的表演挺有感染力的。一笑随歌凭借意想不到的剧情走向和演员们的出色发挥，成为最近古装剧中的一匹黑马。你看过这剧没有？哪一个角色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呢？